习近平是中共的权斗高手，他培养的人个个都不是善茬。蔡奇的马仔陈刚一到广西就拿下了正省级的自治区主席，最近又吓死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现在广西官场仍然在经历所谓的倒茶10年，腥风血雨相信还有更多的高官会陆续落马。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24号。今天早上呢，我看到一个新闻，震惊不已。一位政协副主席刚刚72岁，在任上就死了，这事儿太不正常了。因为您知道，作为副国级，他们的体检几乎每季度都来一次，有啥小病一开始就干掉了，怎么会拖成重症呢？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我查了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任上死的20年内没有过，上一次还是2005年的霍英东呢。在这儿咱就必须说一下，这个人的死因值得咱们探讨一下，可不像官方说的那么简单，是因病正常死亡，享受72岁，还给了2个封号，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什么民族事业的领导人这些东西都是给活人看的，虚的。你就得考虑一下，72岁岁数不大，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之一，怎么得的病，怎么死的。节目最后呢，我可能会告诉你我个人判断咱们先来看一下他什么背景，什么情况。今年虽然72了，但是他是广西官场的本土派。你看这个人呢，一开始是真正的一个洗米工，10几岁的时候在当地的大米厂当工人，后来高考的时候考到了广西大学，只要是大学生当年很值钱，他就分到了经济部门，直接在省里干起。后来呢，还担任了广西的首府南宁的市委书记，后来一直干到副主席，后来呢是担任了主席。所以说他是结结实实没出过省的本土派。按照中国的民族政策，少数自治区主席必须得是这个所在民族的，就是所谓的壮族来担任，但书记通常都是这个中央空降。那我们把时间轴拉到什么时候呢？拉到2024年，陈刚空降到了广西，担任了一把手的书记。这人啥背景他是蔡奇的干将和马仔。蔡奇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时候，他是朝阳区的区长，后来担任书记。蔡奇不是人家后来上调中央吗？成为正国级了。他这位干将就直接成了正省级，到哪儿了？到了全国总工会，过渡了一下，就1年，拿到正省部级就外放青海担任书记，这是他第2次外放。蔡奇多厉害在北京清理过低端人口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家伙到了广西以后他就发现，如果你在广西这种穷省中溜你干出成绩是不容易的。你拿啥招商引资那都是东南亚那些小国但是想干出成绩来反腐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他就提出来了，现在这矿产有重污染咱们要倒查10年，没半年就查出一条大鱼来，那就是自治区的主席蓝天利。他是在2025年的6月份在任上正式官宣落马。后来这组织给他定调什么呢？大搞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还搞什么团伙培植自己的势力。因为这个蓝天利他属于河池帮，因为河池是中国著名的矿产之乡，无论是国企还是当地的民企，采矿采的太厉害了，造成什么铬、铅、汞的污染，那良田产的粮食当地人都不吃的。所以说他就以此突破口就干掉了这位蓝天利。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宣判，
但是啊，通常也都奔着那个20年以上的徒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大搞家族腐败呀，他的妻子、儿子、弟弟、秘书，这还是比较近的身边人啊，都有事儿。那你看他拿下了这位正省部级，大功一件吗？那问题是这个在任的政协副主席是被吓死的吗？因为有人说传他是被吓死的。来，咱们分析一下啊。广西江湖的水太深了，虽然说在经济上在全国属于中流，排名在20左右，但是呢，它的经济版图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开采地和供应地。你全国的矿产，第一是内蒙古，第二江西，第三就是广西了。你看铝业、锰、铜这些矿，那都是一个利益高发区。这些矿很多时候都是地方国企来控制的，既不是央企，也不是私人。那国企通常就是省里和市里说了算了，每年的投资高达数千亿元。你说这么大块蛋糕，吃的最多的哪有什么民营企业和央企啊？都是地方官员给分了。这位刚刚死去的陈武，恰恰就是蓝天利的贵人和提携人。陈武在担任主席的时候，这位蓝天利是副主席，他俩搭班子搭了10几年，然后呢是完成了交班。他呢到龄退休，到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当副主任，而且在2023年呢顺利高升到了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应该就等着顺利退休了。但是他没想到蔡奇把这陈刚外放到广西了，去了以后就开始查案子，拔出萝卜他就带出泥。你这位副手贪了这么多，大搞家族腐败，你当时的正主席难道就不知道没责任吗？所以说他在全国当这个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应该是不轻松的。根据公开的资料，这位202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在2025年就已经不露面了。重要的会议的开幕闭幕都没有出席，那位子是空的，这说明什么？那时候他就已经感受到了不妙了。很简单25年你的老手下落马了，多多少少10年倒查下来，你是脱离不了干系的。那他有可能是被吓死的吗？有可能。首先人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他心情不好，他就容易产生肿瘤。当然了，我有一个个人的理解因为我曾经多次去过广西，无论是河池、桂林南宁我都去过。我发现当地这权斗太厉害了。他们这3个人马为了争夺省级的主席、副主席和重要的岗位通常是互相举报，一点也不团结，那斗起来简直是你死我活。如果说2025年不出面，今年去世1年多，大概率不是心脑血管，可能就是癌变了。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您有自己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明天再会。